在加工产品里面，如果你不添加化学添加物，就是会遇到失败啊，会遇到困难。我觉得说，当我要做一件很好吃的东西给人家，很健康的东西给人家，其实有些时候不是那么简单。不加色素香料，我们在品评的时候，在试吃的时候，少添加，有一些味道就会不够，做出来的产品褪色的也很快啦，看起来就是外观就不漂亮啊。以食品业者的观点，你这样做出来成本比较高，然后我们到市场上去也不见得会被更容易接受。早期刚开始的时候，会觉得说无添加食品好像很难成功，员工会说干嘛做这么麻烦、这么没有效率的事，而且好像更不会赚钱，因为成本非常的高。其实用香料色素去做，风味会比较平均稳定，但是那不是真的食材的味道。跟里人合作，人工香料、色素、防腐剂，所有的添加物他都不要，它是一个减法的做法。他希望用这个目标扭转整个市场的风气，但是天然的东西其实会不容易控制，所以做出来的产品刚开始的时候难免有瑕疵，那里人会去包容。护持，一直不放弃，一直鼓励我们要去挑战。可是坚持走对的路，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。以前我们都被当成傻瓜，因为加工产品里面，如果你不添加这些化学添加物，你势必有很多种变数你要去克服。比如说面粉里面的蛋白质含量、天气的气候啦、温度啦、发酵的时间之类。可是我们宁愿选择去克服这些东西，回归一个原始就是的初衷吧，就是我想要把健康的东西给你这样。所以遇到困难，遇到这个都是过程，可是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因为有里人的陪伴，大家就是有一条心，然后同一个为了一个好的东西在坚持，在努力。刚开始我们做出来的产品，因为它是没有添加什么添加物去固色，让它颜色保持漂亮。以食品业者的观点，这边那边也出去，消费者边那有可能会接受。其实改善的方法是有啦，但是就会牵涉到添加这件事情。所以里人的开发团队都会鼓励我们的开发团队说，没有关系，这个就是自然的现象，因为没有添加就是长这个样子，所以就卖卖看嘛。果然就全部卖出去了。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些观念，其实是会被改变的。原来这样是可以的。走了这么多年来，刚开始感觉是筚路蓝缕，然后成功的几率没那么高啊，可能产品也没那么成熟。可是慢慢的，我们有累积到越来越多对自然无添加的技术的掌握。也发现到很多的厂商，他们生产出越来越多更好的产品，甚至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一个原料。那会觉得在路上的伙伴越来越多，也会觉得在自然无添加的道路上越走越轻快的一个感觉。